这是今年年初从马来西亚远赴重庆找我做发力矫正与投篮技术优化的球员。他也曾是马来西亚国家青年队的成员，在中国举办的4国邀请赛中获得了3分大赛的冠军。他投篮的上肢力线及手型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在实战中也有相对可靠的命中率。他主要的问题是重心前倾，投篮前跳过多，导致下肢参与不充分，压低了投篮弧度，抗防守的干扰性偏弱。常年坏习惯的累积导致了他膝关节的不可逆的损伤。他也曾尝试过优化改善，找过美国知名的投篮训练师麦克邓恩以及香港的知名投篮教练 Coach 辉，但都收效甚微。他在进行了膝关节康复手术后，他来中国找到了我。左侧是他之前的投篮，右侧是调整后的投篮。我对他的投篮主要进行了4个方面的优化。首先是下肢的发力模型，他之前蓄力是屈膝前跪过度，屈髋不足，同时踝关节也未积极参与蓄力，这导致他在初始阶段的蓄力重心就以前移，在发力阶段他也以深膝发力为主，身体重心越加前倾，下肢未完整蹬身，球已快要脱手。此处要求他髋膝踝联动蓄力，屈髋，臀部向后向下的同时膝关节向前折叠，双脚偏前脚掌支撑，后侧链收紧后脚跟自然上抬，踝关节保持刚性，这样就形成了髋膝踝联动弹簧般的蓄力。在发力阶段，前脚掌的启动踝关节的伸展是第一位的，同时带动髋关节的伸展，躯干重心回正，膝关节最后完成伸展，将力量沿垂直向上传导。第二个方面是协同他的发力节奏，之前他的上肢发力时机太早，而下肢蹬身速度慢并且相当被动，此处要求他明确蓄力的节奏，是降重心的同时上肢做收球，上下肢的压缩角度同步收小。发力节奏是蹬地的同时去起球，这是大多数人发力效率不高的一个关键卡点。当下肢完成伸展后，快速衔接上肢的主导发力。收住一起收缩，看蹬地再一起向上，收住，对，蹬地再向上，就是这个力量。第3方面是改善他的起球习惯，他的起球上肢的主动发力较多，肩关节紧张僵硬，难以充分的外展，难以顶肘向上发力，此处要求他持球时沉肩坠肘，肩胛骨放松下沉，微微含胸的状态，同时肘关节的肘肩下垂，起球时也保持相对放松，跟随下肢蹬身向上的惯性起球，这样上下肢能协同的向上发力，充分的传导到篮球，此处的改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第4方面主要是脚步的梳理，在1、2步单脚的急停中，由于他的足踝力量以及刚性不足，要求他进行足背屈的蓄力，也就是跨步急停的同时做勾脚尖来刹车制动，这也能进一步拉紧身体的后侧链蓄力，让重心控制难度降低。而在原地投篮或投篮空间较小时使用垫步，通过双脚的前脚掌支撑来稳定身体重心，更多的利用弹性，快速省力的完成投篮。可以。调整后他膝关节压力能更多的分担到髋关节与踝关节，踝膝髋的联动蓄力，建立了后侧链的张力，保证了他发力时的重心稳定，上下肢能充分协同的向上发力，出手的角度与投篮弧度得到提升，整体的投篮姿态也更加美观。最后由于他的髋关节与踝关节灵活性存在一定受限，他的发力流畅度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再次强调，发力模式与投篮技术的调整并非一劳永逸的事，需要长期的训练巩固，才能完成自我进化。可以。